正想揉揉脑袋缓解头痛，结果却发现自己没手了，大大的感叹号竖在头顶。再低头往下一看，蛇尾巴，蛇尾粗壮，金黄色的，盘成蚊香。我惊恐万状，想尖叫出声，却变成了嘶嘶嘶。我欲哭无泪的仰头看天，我在想，这肯定是做梦，不然根本不合理呀。我可是货真价实的人，怎么可能变成了蛇？我吐着蛇信子，摆烂般的把自己团吧团吧，缩在了灌木丛里。我催眠自己，睡吧睡吧，醒吧醒吧。再一睁眼，就又是那个在职场上班的牛马了。我还是不能很好的控制我的蛇信子，嘴里时不时的发出嘶嘶。我对这个声音从一开始毛骨悚然，到现在的见怪不怪。我在心里默默的想着，是谁命这么苦啊？是我。我在灌木丛里待了半天，始终不愿意出去，主要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。我从一只四脚兽变成了一条长蛇，主要是物种跨度太大了。老天奶真是给我开了很大的玩笑了。虽然我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，但是我岿然不动。我破罐子破摔的想，就让我饿死吧，反正这也不是真的。因为变成了蛇，我对光线的敏锐度大大提高。我感觉在灌木丛外面好像有一处特别热的地方。我探了探头，看到了一只白毛羊，它正在小溪边喝水。羊明显把自己养得很好，好肥的感觉。我看得连树丛都要变成了圆筒，脑海里不自觉的就把羊肉的鲜美勾画出来了。真的饿了，涮羊肉我已经很久没有吃了。而下一秒，那白毛羊不见了。我正疑惑，就探出了更多的蛇身去看，一条比我更加粗壮的黑蛇映入眼帘。再看它的蛇腹，白毛羊的形状不要太明显。蛇会吃蛇吗？我呆愣住，在人类社会生活了20年，怎么可能是一下子就能把蛇的身子使用的得心应手？下一秒，黑蛇就看向了我，眼神凌厉，充满了肃杀之意。我心下一惊，一动都不敢动。然后它张开血盆大嘴，我以为它是要把我也一起吞了，正想赶紧跑，结果它发出了嘶嘶的声响，我竟然也听懂了。好漂亮的雌蛇，好喜欢，你可以做我老婆吗？我的蛇瞳瞬间睁大，不敢置信，原来它不缠我身子，而是缠我身子啊！老天奶，受过猥琐男的调戏，没想到今天还受到了一条蛇的调戏，笑死！这个世界真是魔幻了。我一下不敢停，飞快地扭动自己的蛇尾就要离开。不过很遗憾的是，没逃跑成功。巨蛇一探头，把我的逃生路堵得死死的。黑蛇的蛇尾已经把我包围了，它又朝我张开了嘴。这个角度我可以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地看到黑蛇的2颗毒牙泛着寒光。还不等它发出声音，我两眼一翻，晕了。意识模糊间，感觉什么东西缠在我身上，一圈一圈缠得死紧。我没想过我还能再醒过来，也没想过再醒来时我还是一条蛇。我躺在一团金黄色的干草上，这团干草目测可以躺10几条我这般大的蛇。这是哪儿？我发昏的脑袋更晕了几分。怎么的？那蛇还真的看上我了？人怎么可以？至少不能这么倒霉啊！被无良老板奴役，被无情生活压榨，现在莫名其妙到了异世界变成了蛇，现在还要给蛇当老婆，这该死的无处安放的委屈。我打量了周围，巨蛇不在，再看看周围，只有身下的位置是铺了草的，其他地方要么是乱石，要么是苔藓，要么就是乱石和苔藓。就趁现在赶紧跑。然后我开始与这新得来的蛇身做斗争，我极其生疏地扭动我的金蛇腰来。现在我很后悔刚刚没有练习一下对这身体的控制，真的一点都不好用，但这算不算感受了一番水蛇腰的快乐？我苦中作乐，终于在撞了1次、2次、3次的乱石的基础上，我磕磕绊绊地爬到了洞口。但是等我呼哧呼哧爬到洞口的时候，前面的路似乎暗了下来。我疑惑地抬起脑袋，然后黑蛇回来了，它透着冷光的蛇瞳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看，偏要亡我。我在心里咆哮着，身子却一动不敢动，犹如老僧入定。我硬着头皮迎上了黑蛇森然的目光。就在此时，黑蛇张开了大嘴，我只看见了尖牙，脑海一片空白。今日就是我的死期。
我微微闭上了眼，等待着被尖牙注入毒液的剧痛。可是等了好久，也没有事发生。我悄咪咪地睁开了眼睛，黑蛇仍旧歪着头看着我，黑得如曜石一般的瞳色，泛着奇异的光。老婆，少神特意来接我，老婆肯定也很爱我吧？老婆怎么不说话呢？老婆，怕我吗？老婆，你是在和我玩吗？玩？你管这叫玩？我快被勒死了！老婆，你可以放心，我是最厉害的蛇，捕猎很厉害的，肯定不会让你还有宝宝饿肚子的。交配的话，虽然我还没有试过，但是肯定可以让你舒服的。好凉，蛇的性子怎么这么凉？一蹭一身鸡皮疙瘩，不对，一蛇皮的颤栗。虽然这条蛇没有吃我，但是这条蛇把我当伴侣，好像也不是很好的消息。好可惜哦，老婆真的不会说话吗？老婆的爹娘养得真差，生气！不会是他们嫌弃老婆蛇身太小了，所以就直接放弃老婆，然后虐待老婆吧？我要把老婆养得白白胖胖的。到饭点了，得给老婆喂饭了。老婆，我马上就要蜕皮了，蜕完蜕就会进入发情期了，所以这段时间必须把你养得壮实一点，否则你受不住的。我一脸震惊，发情期？老天爷，这个一点都不好笑！黑蛇松开缠在我身上的尾巴，蛇尾灵活摆动，轻轻松松就出了洞口，没一下又回来了。这次它嘴里还叼着一只血淋淋山羊尸体，我以为我会恶心，但事实是我口齿生津。我的蛇瞳在看到山羊第一眼的时候，里面就尽是对食物的渴望。老婆，快吃呀！肉质很鲜美的，这个是我特意给你挑的，是山羊群里强壮的壮年羊。我抑制不住那血腥味，以我自己想象不到的速度，一口咬在山羊的脖子上，咬了一嘴毛。说实话，我懵了，面前兴奋的黑蛇也懵了。老婆是不知道怎么吃吗？老婆，你要一口把它吞下去就好了，我们不是人，不需要嚼的。老婆，你的爹娘真的要杀千刀？在家里你是不是只能吃其他蛇剩下的残羹剩饭？你没有吃过一整个猎物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吃，是不是？我可怜的老婆呀！得了呗，好话彩话全被你一个人说完了呗。我反正是不知道原主之前的日子过得怎么样哦，我只知道我现在很不好。我感觉到我的胃很难受，但是看到那么大一个猎物，要我这么小一个嘴巴全部吞下去，我心生恐惧。我不敢，人家都已经把食物摆在我面前了，我还吃不上。你别管我了，我打算饿死我自己。这是我和黑蛇说的第一句话，黑蛇震惊了。老婆的声音好好听哦。不对，老婆你会说话。看着黑蛇震惊的样子，我极具人性化的点点头。老婆是不是觉得自己吞不下？我又人性化的点点头。老婆不用担心，蛇的嘴巴有特殊机关哦，你试试，肯定可以的。如果不行，我就把它撕得碎一点。反正我是不会饿到你的，从月，你可以的。于是我在黑蛇的鼓励之下，颤颤巍巍地向山羊发起了第二次攻击。我强压着我作为人的别扭，努力地张开嘴巴，吞进了一半，但是心理上的呕吐感汹涌澎湃，我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就把那一半山羊吐了出去。吐出来的山羊还沾着透明的液体，显得格外诡异。我彻底心死，算了，我不想吃，你放我走吧。找别的蛇给你当老婆。我承认，面前这条黑蛇是一条有姿色的蛇，真是五彩斑斓的黑呀，还那么大一只。那条健壮的蛇尾卷起猎物的时候，不知道有多帅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呢？我黑要是那样的蛇吗？老婆不怕哈，我把山羊撕得碎一点就可以了哈。不是，你咋就那么倔呢？我都不想当拖油瓶，你还挺喜欢。我懒得撕了。随他吧，我身子一拳盘成蚊香，把自己往草里埋。黑曜在勤勤恳恳地撕山羊，血腥味弥漫了整个山洞，真的好香，把我的魂都要勾走了。黑曜速度很快，一下子就把大的像座小山的山羊撕成了好多小片。老婆，现在可以吃了。我不理，反而把自己埋得更深了，任由干草压在我身上。黑蛇见我不理他，开始躁动了，焦急的嘶嘶嘶声不断传来。
老婆，老婆，要不我喂你？不想理我也可以，吃点东西好不好？说实话，我有点动容。以前是人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被人这么惦记过，现在竟然被一条黑蛇宠爱了。我知道这里不是普通的地方，就凭黑蛇说的那些话，还有它的体型，要么是远古，要么是玄幻。我叹了一口气，来都来了，就这样吧，总不能真的饿死吧？毕竟我穿过来之前也还是吃饱喝足的，没道理现在要饿死。那黑蛇急得团团转，尾巴都要打结了。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！别嚎了，我现在出来。老婆吃呀！我看了看，一口把肉叼到嘴里吞了下去。不一会儿，地上的食物已经消失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我肚子的圆润。黑蛇很高兴，老婆真棒！我顶着一双死蛇眼，难为你了。自那一次的投喂之后，我和黑蛇就熟悉了起来。听它嘶嘶的叫老婆，也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反应了。主要是它太会伺候了。出去捕猎的时候，它要带着我。他把我放在他巨大的蛇身上，游走的时候一扭一扭的，我可以感受到他肌肉的牵扯。时不时他还会停下来休息一下，这个时候他就会用他的尾巴尖尖蹭我，甚至带着我的尾巴尖尖转圈圈缠在一起。一开始我挺不愿意的，觉得很奇怪，但是拗不过他，而且确实是舒服的，我也就随便他了。经过小溪的时候，我还可以从水面上看到我和他的倒影，一大一小，一黑一黄，莫名透着和谐。而且捕猎的时候，他有时也会让我体会绞杀猎物的快感。期间，老婆，老婆好厉害！没错，再用力一点，猎物还没有断气哦。老婆不要放松。情绪价值真的提供的够的。我就在他的欢呼喝彩声中，捕到的猎物越来越大，而且已经可以吞下整个猎物了。我8米长的蛇身却没有太大的变化，黑曜还因为这个忧心忡忡了几天。老婆，老婆，你怎么不长了？这么小一个，到时候受不住我的发情怎么办？那你换一个。它10几米，我8米，明显不是一个蛇种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看上我了。跨物种恋爱不可取，我自认为可以当他的朋友，却不能当他的伴侣。很好，我是人这个事实我还没有忘记，我有点欣慰。黑曜一听就舌头竖得更加细长了。老婆是在开玩笑的吧？我明显的感觉到空气明显变冷了，打了一个哆嗦。好家伙，这蛇挺有当霸道总裁的天赋呀。正所谓霸总一怒，最先遭殃的是空气。他继续嘶嘶，声线明显不高兴了。不行，我认定你了，一看到你就喜欢的不得了，大不了发情期我不过了。说完，他气呼呼地离开洞穴。老婆，你休息，我去打猎。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大为震惊。难不成这是穿到哪个玄幻世界里了？蛇还能说出大不了发情期我不过了的话，如此坚贞不渝吗？蛇还搞纯爱？我想着想着，百无聊赖地用尾巴尖尖勾起干草，卷松卷松卷。魅力太大了，我也没办法。难不成我穿到了哪本小说里了？我有点崩溃，主要是我看了那么多本小说，还有好多是跳章看的，就算我看过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本啊，真是苦恼啊。这黑蛇的蜕皮期说来就来，黑曜的蛇瞳上蒙着一层薄薄的膜，身上的蛇皮也干燥了，颜色竟然微微透着白，黑得大不如前。老婆，这几天我要蜕皮了。那你退？老婆你好冷淡。洞穴里有一堆枯枝，是黑蛇搬进来的，为他自己蜕皮做的准备。说到底，我还是有点担心的，也有点好奇。近距离的看蛇蜕皮，以前还真的没有体验过。黑曜，你蜕皮的时候会痛吗？老婆，你不知道蜕皮是什么滋味吗？老天鹅！现在我身为一个冷血动物，居然被他的一句话说得冷汗直冒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关心你。黑蛇果然被我糊弄过去了，激动万分的嘶嘶声此起彼伏。谢谢老婆关心，不过我是不会痛的，我是最强壮的蛇哦。它蜕皮的那一天，真是让我长了见识。透明的皮从它的头顶开始，它在那一堆枯枝里缓慢地移动，借着蛇身和枯枝之间的摩擦力，把身上的皮扯下来，动作很慢却很顺滑。我盘着蛇身，
伸着脖子看它蜕皮，好治愈。已经蜕好的地方露出的鳞片特别光亮油滑，黑得透亮，像是打了上好的抛光剂。随着它的动作，弄下来的蛇皮已经到了尾巴尖尖了。我紧紧盯着它的尾巴，心里念着就差这一点了，加油啊！虽然动作很顺，但是由于它的蛇身实在太大了，完全蜕好皮也是花了一番功夫。等它蜕好皮之后，它在原地休息了一下，而我实在是好奇，扭着蛇腰就朝它游过去了。靠近了之后，我伸出我的尾巴尖尖点了点它的尾巴尖尖，怎么样？感觉还好吗？它僵硬了一瞬，扭过头，眼睛似乎也比没蜕皮之前更加明亮了。老婆，有点难受，可不可以让我卷一卷你啊？我觉得可以，因为我被美色迷惑了。蜕了皮之后的黑蛇更好看了。可以。黑蛇一听，就像狗得了骨头，人捡了宝贝，快速地把我卷在了它的蛇身下。谁懂？我都没有碰到枯枝，我的腹部靠在它的腹部，我的背部还是靠在它的腹部，很熟悉的姿势，仍旧是只给我露出了呼吸的地方。黑蛇的舌头蹭了蹭我的舌头，它的蛇信子还时不时吐出，蹭在我的嘴边。在我嘶前一秒，它嘶了。老婆，我蜕下来的皮你可以披在身上，刚刚我很小心的，那张皮上没有破口哦。老婆，你不是嫌弃在那些腐烂的树叶上游来游去吗？披上蛇皮就可以不沾上那些脏东西了。我有点感动，这黑蛇实在有点体贴了。谢谢你。老婆不要谢，真的好喜欢老婆呀。自黑蛇蜕皮之后，它老是趁我没注意的时候就卷着我的尾巴尖尖玩，不管是我睡觉的时候还是在我进食的时候。这天也是照往常的活动一样，我和它一起去捕猎，但是它却比以往要狂躁的多猎物，也不是直接吞了，而是撕碎成一片片的，最后便宜了我，把我的肚子撑得圆滚滚的。我以为它是心情不好，也就没想到那么多。然后我们在吃饱喝足打道回府的时候，遇上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同样的10几米长的蛇，不过它是一条雌蛇，因为它的嘶声在我脑袋里转化的是个女生。黑曜在那雌蛇出现的一瞬间，狂躁的情绪更加明显了。我电光火石之间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蛇类发情期是什么表现来着？狂躁，雌蛇会发出特有的气味，吸引雄蛇前来交配。你看，那是你的同类，它也正好发情了，你要不和它试试？黑蛇黑得如曜石一般的瞳，听了我的话，似乎闪过了一丝红光。老婆，你说什么？你这样我很生气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我有些心虚。从他的角度来看，我确实不是个人。这蛇好吃好喝的待我，还叫我捕猎，不仅收我以鱼，还收我以渔，难得的好蛇呀！黑曜，我是为你好，它看起来更适合你。黑蛇浑身散发的气息更加冷了，正要再劝劝它，谁知道我只嘶出了一声，黑曜的尾巴尖尖就伸进了我的嘴里。还好我没有蛇的本能，没有当机立断的咬下去，不然今天回去的蛇就只有我一条了。黑蛇粗壮，它的尾巴尖尖，也把我的嘴巴塞得满满当当的，发不了一点声音。经过雌蛇的时候，那奇怪的气味更加浓烈，黑蛇的肌肉紧绷的也更加厉害了。这个时候，它的尾巴尖尖已经从我的嘴里拔出来了。那雌蛇似乎按捺不住自己的欲望，想要朝黑蛇靠近，但是又被黑蛇阴冷的眼神以及毒牙吓退了。那条雌蛇看了我们一会儿，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游走了。我还愣愣地看着那雌蛇离开的背影，却没有发现黑蛇卷着我的力气大了起来。等到了洞穴，黑蛇把我放在枯草上，他的眼睛怔怔地看着我，给我弄得心虚极了。怎么啦？我的老婆只能是你，你不可以把我推给别人。说完，他也不给我说话的机会，就气呼呼地出洞穴了。我悠悠地叹了一口气，因为发情期，黑蛇早出晚归，我也不好意思问，只是在心里祈祷它能变通一点，在外面解决一下。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说话了，我以为在这漫长的发情期里都要这样度过了，只是谁也没想到变故来得那么快。今天早上我和黑蛇一起去捕猎，一路上相顾无言，它没有再背着我了，而是在前面自顾自地游着。不过我还是发现它有意识地把一些尖利的杂草往下压，尾巴还把一些小石子扫到旁边。我心下很感动，蛇皮很坚硬，这些根本伤不到我，
可是他还是不嫌麻烦的做这些事。我尝试和他搭话。嗨，黑曜，今天的天气真好呀，我们肯定又可以吃得饱饱的。黑蛇没有回我，只是闷头走，我也不觉得尴尬，继续撕。黑曜，你说我们今天可以吃到什么？上次的梅花鹿特别好吃，肉丝丝滑滑的。黑蛇还是不回复我，我就继续说。就在我想要把自己的真实来历告诉他的时候，变故来了。一条同样在发情期的雄蛇来了，它是墨绿色的，身上还不修边幅的沾着几个泥巴，进食时沾上的血迹也没有进行清理，还有点臭。黑蛇在绿蛇出现的瞬间就把我卷起来了，牢牢地护在身后。绿蛇看起来比黑曜的年龄大些，它的蛇身比黑曜更粗壮。我察觉到了危险，在黑曜的背后瑟瑟发抖。两条健壮且同样在发情期的蛇冷酷地盯着对方，试图在气势上压倒对方，把对方吓跑。绿蛇率先失去了耐心。兄弟，你身边的雌性还没有和你交配吧？雌性对另一半的要求很高，他应该看不上你，不如把他让给我，我肯定把他驯服，训得服服帖帖的。到时候下一窝蛇蛋也算是给我们族群做好事了。语气狂妄自大，我心下一沉，看了看黑曜，他的眼睛里满是狠厉。黑蛇用它的尾巴把我卷起，轻轻地放在了旁边的一团杂草上，尾巴尖尖轻轻点了点我。我知道这个动作是在安抚我，他就猛然上前和绿蛇撕咬起来，绿蛇也毫不退让。小子，你今年刚成年吧？我劝你还是不要固执，不然我就把你吃了，然后再霸占那条雌蛇。俩蛇的扭动速度很快，地上的杂草被压塌了一大片。黑曜拼尽了全力，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快要坚持不住了。黑曜被绿蛇更大的身子缠得死死的，绿蛇正是处于蛇的壮年时期，而黑曜还是刚刚成年的蛇。怎么办？黑蛇对我很好，我不能忘恩负义。我吸了一口气，决定加入战斗。在绿蛇看不到的地方，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咬在了它的蛇身上，至于是哪里我也不知道。绿蛇身上很臭，和黑曜身上清清爽爽的青草味截然不同，但是我没有松开，而是将毒液全部注入绿蛇的身体里。黑曜看到我来了，眼里先是闪过一丝担忧，然后他更加使劲缠住绿蛇，防止绿蛇挣脱，把我甩出去。很幸运，我的毒液效果不错，绿蛇挣扎的力度越来越小，很快就一动不动了。黑曜也力竭地松开它，往旁边挪。老婆，你先等等，我身上很臭。我听了哭笑不得，这个时候还想干不干净的问题。不过我也没有坚持靠近它，等它休息好了，我们就去小溪边清洗了。黑曜习惯用水草清洗自己，蛇身把水草就地卷起，不停地摩擦就干净了。我也学着它清洗了自己的牙齿。回去的时候，黑蛇又像之前一样把我卷在身上了，背着我回去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没有照顾好你，刚刚吓到你了。老婆，就算你刚刚走了，我也可以理解的，而且我也不想你受伤。不过我真的很开心，老婆没有丢下我。我也很庆幸我们都没事。黑蛇亲昵的用尾巴尖尖碰了碰我的尾巴尖尖，我想起了什么，我叫从月。哇，老婆的名字好好听，像老婆一样漂亮。我觉得他在胡说，明明那条向他求欢雌蛇更好看。经过那次之后，我和黑曜的关系也回到了一开始的样子，但是黑曜的发情期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，而我就更加没有发情期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觉得这个世界模糊的时间越来越长了，而且范围也越来越广了。难不成是近视眼？我这个小破蛇脑袋想出了一个离谱的答案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像往常一样的招呼声，但是却有嘈杂的背景声。黑羊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没有呀，老婆，你是不是听错了？黑曜的声音在我的耳朵里越来越小，而越来越清晰的声音是：医生，我女儿啥时候醒啊？有没有大碍？我们用了药之后呢，很快就会恢复意识的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你吓死我了你！中度酒精中毒危害就已经很大了，陷入昏迷，还伴有多个脏器的明显损伤。你们做父母的也要时不时的看看自己的孩子生活怎么样。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，酒这种东西在他们的生活里稀松平常，但是也不能把自己的身体不当回事。谢谢您，医生。行吧，
就这样，你就好好照顾你女儿吧。哎呦，好嘞，医生，我送送您。不用了，就这样吧。您慢走啊。我发现黑蛇以及那个世界越来越糊了，我不舍得喊了一句黑曜，最后一眼是黑曜朝我游来的身影。我用力地撑着眼皮，想要睁开眼睛，终于睁开的时候，映入眼帘的是雪白的天花板。月月，你终于醒了，怎么样？还有没有不舒服？妈，来，乖月月喝水，慢点慢点啊。月月，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，努力工作也不能把命搭上啊。酒局喝酒跟喝水一样，你不要命了。你要是没了，让我一个人怎么过？妈，我保证，我真的保证，绝对没有下次了。黑曜，忽然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把自己攒的假期一股脑兑现了，给我批申请的经理都像是见到了太空人似的。别看我，快签字。难得呀！工作狂从月小姐竟然要休假，这是什么情况？酒精中毒，怕死。快拿去吧，好好休息。工作哪里是做得完的？我点点头，拿着纸条就准备收拾收拾休假。出公司大门的时候，我突然闻到了一股淡淡的青草味，很熟悉的味道，在哪儿闻到过呢？黑曜，我不可置信地寻找气味，难不成黑曜和我一样，也是睡着睡着变成了那个世界里的蛇？但他其实是人。理智告诉我，这是看小说看多了得了臆想症，但是我的心里却忍不住期待，这猜测是真的。要是黑曜是真的人，那我喜欢他毫无压力。循着味儿看到了一个穿着白衬衣黑裤子的男人，感觉自己的姿态太可疑了，感觉自己有点像个人贩子，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胸。虽然没多大，离得越近青草味就越浓，闻起来很舒服。你好，可以认识一下吗？我叫从月。我明显的看到他的眼睛一亮。你好，我叫沈曜。好家伙，不是他眼睛亮什么亮？对不起，我认错人了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叫我黑曜。你记得？哼，我还记得我叫你老婆来着。我可以继续叫老婆吗？这是表白了，我当即点头，可以。这假期也请得刚刚好，我和沈曜玩得疯狂。这小伙子真不错啊，真不错啊，配我们从月刚刚好。我知道我妈也在隐隐的担心，她的婚姻不顺利不幸福。我爸是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，带给我妈和我的是痛苦，尤其是对我妈来说。我小时候，她在底层讨生活，艰难地把我拉扯大。小时候的生活告诉了我，钱很重要。我并不喜欢工作，我只是喜欢金钱。做甜品起家的，已经有了3家甜品店。近几年，他还进军了玉石生意。钱给予的安全感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。但是沈曜的行为给我妈吃定心丸，在我们确认关系的那一天开始，沈曜就把他自己交代清楚了。我的家族有点特异功能，看石头有点天赋。他这样一说，我就明白了，应该类似于透视眼的感觉吧。不过只对石头，对于人类来说，这是开了天大的外挂。你就把你这个特异光能告诉我了，我要是心怀不轨怎么办？你不会，你是最善良的人了。虽然我不认为这是我的特质，但是我欣然接受。交代清楚了之后，沈曜就在我妈和她在视频通话里的父母的见证下，把财产的2/3划到了我的名下，而剩下的1/3归属于沈曜是有条件的，那就是不能伤害我。也就是说，他的财产几乎都是我的。不怕我是骗子拿钱就跑吗？你不是骗子，你是我的老婆。沈曜，我们结婚的很顺利，也很低调。我只请了公司里的2个朋友，给我批假的经理就是其中之一。好你个从月，说请假休息，原来是结婚去了。说你是真的让他罩我们啊。
我当时请假也没想到会这么突然。那男人可以吧？当然可以啦，不然我怎么可能会嫁？从月小姐的眼光，怎么可能不好？喜欢吗，老婆？我勒个绝子！女人就是要享受这些。我承认，我沉迷了。最后的一眼，则是床头柜上的2个摆件，一条黑蛇，一条黄蛇。我的家族特殊，会化成蛇。我们在自己的命定之人出现后，在睡梦中将那个命定之人拉入自己创造出来的虚拟世界。只有当命定之人也爱上了虚拟世界的创造者，虚拟世界才会虚化消失。如果命定之人没有对创造者产生爱意，那么虚拟世界就会以各种各样的世界灾难崩塌。我不是第一次见月月，在我还是一条幼蛇时，她救过我，让我免于被壁虎吞进肚的厄运。那时的她瘦巴巴的，衣服破旧却干净，她抱着我的手也很柔软。我一直记得她身上的味道是花香味，因为从阿姨是种花的，月月每天都会去帮忙，久而久之，身上就沾染了花香。爸妈很快就找到了我，把我带回了家。我化形的那天，选择了青草味的化形水，因为我一直都记得月月身上的花香味，青草和花朵好配。月月被我拉进我的虚拟世界时，我是没有在现实世界的记忆的。但是，当我第一眼看到月月时，我的心就再一次的属于她了。我知道，就是她了，这一辈子都是。